我今天到那奇遇西武狮的北卢纳洞，在2024年球季有点像是在重建的状况。不过毕竟他是曾经很人气的球队，在我小时候比较有印象的是郭泰源。当初其实西武曾经建立了西武王朝，有2次的3连霸。然后之后呢，在接下来比较印象就是松坂大辅的时代，然后一直到近年开始在一些换血。那过去西武也有蛮多台湾的球员，除了郭泰源之外，大家比较熟悉的大概就是郭俊麟，今年刚回来参加选秀的吴念庭。北卢纳洞另外一个很特殊的，它的巨蛋的球场是另外再加盖出去的，有听说好像通风并不是那么好。那我们就进场看看，今天到奇遇西武狮，我们来看看北卢纳洞现场看球赛如何吧，走吧。今年购票，我几乎加入了各球队的免费会员，西武当然也是。我要看的这场有特殊的活动，看官网是说当天的啤酒半价。看了一下三垒的特区座位，才5600块日币，也太便宜了。几乎是没什么考虑就定下去了，可以同时加购比赛用球跟选手的联名便当。停车位也可以2200块日币加购，线上信用卡付款就好了。付款完后会有购买编号。再次到官网确认票券，现场一样用 QR code 入场就好喽。现在听到这边现场在应援的应该是右外野的应援区，好，我们走上去右外野的应援区看一下好了。球赛还没有开始啊！哦，这么靠近应援区，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我这边是那个应援区。好热血啊！我们这里是左中外野啊。对，西武的应援区是在三垒侧啊，我的位置应该是在特区的位置。我下次应该其实买这个哦，还有旗子。一下西武的应援，然后其实呢，北卢纳洞它是改建的。我也记得以前我小时候看西武比赛的时候，它外野区是草皮哦，最早的印象中它是草皮，那后来改建包含了加盖的那个屋顶。然后跟外野现在都是有座位的。今天西武的对手是千叶罗德，然后千叶罗德在右外野区的应援，好，他们一直在客场，其实都蛮凶猛的。等一下应该也可以来录一下。然后我看了我这次因为球票有比较便宜，我记得我买的是那个银行的那个应援特区，那个超近的，跟我之前在那个大邱看球的时候一样。然后这个特区呢是在
隔壁就是牛棚，那牛棚距离超近的。然后我位置超级近的 F4区，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在这个位置吧。F4的8段的101啊，7段8段啊，这个位置。哦，这个位置8段的101。第一次，这个比上次在大邱更近了。今天的投手松本航还在热身中。第2棒的原田壮亮，原田壮亮应该是目前75算是比较明星级的，剩下的比较明星级的选手啊。棒的佐藤龙士，现在都是已经比较偏年轻的选手了。我对西武的认识还在中村刚也上一代的第4棒了，因为山川穗高已经去软银了。感觉松本航的控球好像不是太稳定哦。现在第2局，1人出局满垒。哦，高飞牺牲打。现在罗德1-0领先。
牛棚投手要准备打卡上班啊。哇，全垒打！再追回1分，现在比数形成3-2。刚刚原本还觉得蛮闷的。二垒安打。突然变成罗德的 Mercedes 也碰到了一些乱流。现在比数3-2，然后7-5，现在一出局，二垒有人。刚刚外崎修太的二垒安打。西川爱也2支安打都有打点。现场要换投手了，我们刚好在牛棚这边。
刚7局真的是连续一直有攻势，然后就大家一直现场观众一直跳，哦，太嗨了，太嗨了！想不到最后9局下半还开剧场了，结果现在一出局满垒，因为现在西武领先3分，所以现在上来打击的是超前分了，不要再打延长赛了，上次已经看一场延长赛了，真的是开剧场。现在比数6比7，2人出局，然后罗德1、3垒有人。9局上半，已经快10点了，我不想再看延长赛了，我等一下还要回东京啊。我这场球真的是蛮精彩的，双方呢你来我往啊，等下到最后9局还要来一个这么精彩的桥段。今天感觉那个 closer Abreu 的控球有点糟糕了，坏球真的太多了，球很好选了。然后刚被捕手都智也打了一支清垒，没有清垒，就是2分打点的安打，现在只差1分而已。千叶罗德在客场比较厉害的，实在是有点夸张，尤其是在这密闭的球场呢，这声音真的很大啊。
在这边是在那个应援区的旁边，所以这边哇，这个立体声效果超好的。有惊无险，最后751分险胜。结束了，我不要再看延长赛了。球赛结束，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我做的那个三垒侧的特区，可以看到呢，这边其实离三垒边线很近啊，跟我之前在那个三金狮看球的时候有点像。不过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往左边带过去，然后左边这边是那个牛棚区哦。那如果是对那个牛棚区有兴趣的，投手投球有兴趣的，可以买那个最左侧的位置。那今天的拍摄很多镜头可能追不太到球员，只能定点，因为我的距离真的离球场太近了。然后现在现场颁今天的 MVP。然后西武球场它是全开放式的，所以我这边直接走上去，那楼梯有点多。外围即使是像外野，它也是做成像那种开放式的公园。我们来看球场的中央，这里是餐厅，然后跟厕所。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今天看球的心得。然后呢，就先说西武球场真的跟传说中的一样，实在是蛮热的啊。那我觉得这边可能因为它的球顶，它的巨蛋的球那个屋顶是之后才加盖上去的，所以真的通风就稍微差了一点。日本看球这几次，我觉得每一队其实它都有一个很不一样的那种现场的气氛。那今天在埼玉西武狮，你感觉不出来它是今年度哦。我来看球的时候，其实西武已经确定今年的战绩会垫底了。不过其实现场的球迷，你完全没有感觉他因为球队的战绩不好，然后就好像对加油或是对球赛的热情就打了折扣，完全不会。这几次在日本看球，真的每支球队都有每支球队特色。我自己在看球的时候，都是帮主场的球队加油。今天的这一场球赛，西武
最终有惊无险的赢下比赛。战场也是一样，大家其实都真的是很遵守秩序。可能这种家庭比较多吧。所以今天其实大家有稍微提早散场的感觉，也有可能是因为其实隔几天其实是连假。好，实在很想再多介绍一点，不过因为还要回去东京，我必须要赶快去东京。我现在球赛结束大概是10点，我回东京我看大概要11点半之后了吧。我们等一下从后面坐那个西武线，然后回去东京。对，那真的建议大家来看球赛，在日本看球赛，每一支球队都有它特殊的地方。赛后点评哦，今年西武对罗德2胜16败，今天还差点被逆转。不过2胜，今天是今年球季的第2胜。很多球迷在刚刚最后也在拍照，今年对罗德的第2胜。好，那今天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啦。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按赞分享。那如果还有想看什么球赛，或者是想要看哪一个地方的棒球比赛，或是球场，那记得欢迎随时留言给我。好了，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啦，拜拜。Hey kid, don't ever let them get inside your head. They'll tell you what to do in life instead of everything you know that you could get. Don't let them guide your life towards regret. I'll fight for what I love with every breath. My past is filled with things I won't forget. I use them all to push me to my best. So treat the worst of times just like a test. If only I could go back in time, I'd tell myself that everything will end up alright. Just push yourself, test yourself, figure out what you like, and find your limits, don't be rigid, always work towards a prime. Surround yourself with open minds, people can change your life. A few friends with intent can help you feel alive. Find a passion, take some action, and with a little time, just be patient, make a statement, try to enjoy your life. They'll try to kick you while you're down. They wanna rise up while you drown. They wanna fill your head with doubt. They're silently scared that you'll figure it out. I'll make it look like I'm